花开花落自有时，缘去缘来总有因。大家好，欢迎收听翠花的秘密。纯女人，你还不知道吧？其实我们是爸爸的亲儿女，根本不是他从福利院领养的。你赶紧去死吧！你死了，所有家产都归我们了。我一手带大的养女韩可可面目狰狞，趁我车祸瘫痪不能动弹，扇我巴掌，扯我头发，撕我的嘴，把我当成恶毒后妈一样，恨不得把我掐死在病床上。而我视同亲生的养子韩蛋蛋翻箱倒柜，把我的首饰、包包等全部搜出来，准备拿去变卖供他挥霍。还是富家千金，就这么点破玩意，打发叫花子呢？韩蛋蛋气急败坏，上来揪住我头发，砰砰往墙上撞。看你这可怜的狗样，实话告诉你吧，你没有不孕不育，婚检报告是我爸朋友伪造的，要不然你这种富家千金，怎么可能心甘情愿给我们当狗？韩蛋蛋得意的叫嚣，用那副小人得志的可恶嘴脸，说出令我眼前一黑的事实。我气得浑身直抖，脑海里闪过种种画面。原来我从一开始就被算计了，老公、婆婆还有养子养女，全部联合起来欺骗我，就是为了吃绝户。在我父母死亡，我自己也瘫痪后，他们暴露本性，不但作践我，还要卷走我的财产。我心脏狂跳，一口气接不上来，直接一命呜呼。但耳边的声音越来越清晰，再一睁眼，我竟然好端端地站在房间里，一看时间，竟然是5年前。难道老天爷看我前世过得太憋屈，给了我一个重生的机会？正想着，一个书包重重砸在我脸上。老妖婆，你自己生不出孩子，还想阻碍我的幸福吗？我爸怎么会找你这么个麻烦精？你早点去死吧，省得在这招人恶心。才16岁的韩可可一脸怨毒，就因为我不许她年纪轻轻跟混混同居，她就这么辱骂我。遥想起前世的光景，我对这个曾付出无数心血的养女寒心无比。我没再像以前那样苦口婆心的劝阻，只是把书包丢回给她，任由她欢天喜地地奔向她的痞子男友。没一会，韩蛋蛋也起床，吊儿郎当地朝我伸手：“喂，生活费。”我掏出钱包，却被他一把抢过，扣死了，1、2千还扭扭捏捏的。我爸真是眼瞎，找你这么个抠门废物。他跟人混社会，学得满口脏话，粗鲁的要命。我也没再劝他学好，决心等他自生自灭。我自认为是个好母亲，哪怕对没有血缘的养子女也付出全部心血，可最终换来的却是他们的怨恨鄙夷。归根结底，还是要感谢我那好丈夫韩琛。我径直开车到韩琛公司楼下，没提前打电话。这家公司名义上是韩琛一手创立的，但原本是我家子公司，且我爸无限给予资金和人脉支持，才能走到今天这个地步。一个凤凰男被我这个恋爱脑捧得太高，还真忘了自己到底有几斤几两。我越过前台，径直往韩琛办公室走，不顾助理劝阻，猛地推开房门。里面2道纠缠的人影匆匆分开，慌乱之中把桌上文件撞翻一地。看清了人，我惊喜地喊：“文静，你怎么也在这？”我的好闺蜜文静，头发凌乱，衣领敞开着，她气息不稳，妩媚地撩了一下发丝，冲我笑：“我刚来这家公司上班，来跟你老公打个招呼。”我上前挽住文静的胳膊，又跟韩琛抱怨：“文静来了，你怎么也不跟我打个电话？”韩琛显然没料到我会来个突袭，因为我平时对他太放心了，他压根没想象过我突击查岗的画面。你来也不说一声，我好下楼接你。他答非所问，但眼神很不悦。
带着被我打断好事的怒气，但即便是生气，他也会装得很体贴，让我为他的贴心而感动，从而责怪自己太过莽撞。文静慢条斯理地整理衣领，阴阳怪气地说：“你可真幸福，琛哥这么爱你，让人好羡慕啊！我要是也能找到这么棒的老公就好了。”他比大学时期多了一丝妩媚，眼神勾人得很，娇滴滴朝韩琛那边望去。韩琛目光躲闪，把散落一地的文件捡起。我请文静吃饭，她没推辞。餐桌上，我笑问：“你还不找男朋友吗？跟咱们同班的可都脱单了。”她伸出手来，抚摸小拇指上的戒指，跟我和韩琛的婚戒非常像。看不出区别，我哪有你那么好命，富家千金，一毕业就跟高富帅老公结婚，什么都不用愁。文静悠悠一叹，似笑非笑：“你这种人生赢家，不懂我的苦。”我大大方方地说：“那倒是，我老公这么帅，我自己又有钱，还能无痛当妈，日子太顺畅了，一点刺激都没有。”文静眼里闪烁一丝嫉妒。我继续炫耀韩琛对我多好，一对儿女有多贴心，婆婆又是多喜欢我。文静脸色越来越难看，最后连饭都吃不下去，光喝水。我嘱咐说：“文静啊，找男人就得找我老公这样的。你看，我没法给他生孩子，他都不嫌弃，你至少能生，不得找个比韩琛更好的。”文静笑得意味深长：“你老公那么帅，比他更好的男人应该找不到了。”我们心照不宣地笑起来。晚上，婆婆打来电话，她开口就说：“慧颖啊，再给你小叔买套学区房吧，你好歹是个大嫂，这种事就该放在心上，怎么总是要我提醒呢？”唠唠叨叨说了半天，依旧是把我当冤大头。婆婆每次找我，不是要房子、车子、票子，就是让我给她小儿子找工作、找对象，要求还很高。房子要面积大的，地段好的；车子要豪车，低于30万的只喊垃圾，也不想想农村来的青年，没房没车，初中没毕业，张口就要娶大老板的千金，女方还得陪嫁房车和公司，凭什么？凭脸皮厚吗？我实在有些厌烦了，张口打断：“妈，我不是刚给小叔买了一套公寓吗？怎么又要学区房了？”婆婆在电话那边笑得合不拢嘴。她找了个女朋友，连娃娃都怀上了。以后你侄子上学，不是需要那个什么学区房吗？换做以前，我会为小叔高兴。我生不了孩子，没法给韩琛一个完整的家。如果他弟弟有了亲骨肉，也算我对他的一点补偿。所以带着遗憾歉疚，我一次次被牵着鼻子走，用我和我父母的钱去满足他们一家的胃口。这哪是娶媳妇，分明是娶了个没脑子的、任凭摆布的自助银行。这一次，我直接拒绝，要学区房就把之前的公寓卖了，首付应该够的。电话那边，婆婆一下子没声了，半晌，她才开口，声音冷淡不少：“你小叔还年轻，工作又丢了，以后要养媳妇养娃，哪有能力还贷款？你那么有钱，不会抠门成这样，要眼看着小叔一家被压垮吧？”我冷笑：“没工作没存款，还敢结婚生孩子？一开始你们就指望着我来养吧？”婆婆毫不掩饰地说：“你要是能给我老韩家添男丁，我用得着指望别人的肚子？慧颖啊，我劝你想清楚，你生不出孩子来，以后还不是靠你小叔的孩子养老？我生不出孩子，呵呵，这个手段高明得很呢。前世让我到死都在愧疚，一度以为是因为我生不了，韩琛才会出轨，跟别人生儿育女。结果我才是那个没脑子的冤大头。”电话里我说：“妈，我预约了国外的专家，过2天就出国去检查，
相信以现在的医疗手段，怎么都能给琛哥生个孩子。说完，我直接挂断。不知道现在婆婆有多惊慌失措。韩琛接到她报信后，又会用什么手段来搪塞我？果然，韩琛下班回家后，对我板起一张脸。她喜欢对我冷暴力，只要不理我，我自然会心慌，上去讨好她，满足她和她家人的一切条件。平心而论，韩琛的确长得很帅，30出头的人了。岁月让他越发风度翩翩，光是一张脸就很让人神魂颠倒。我对韩琛一见钟情，准确说是我掉进他为我编织的温柔陷阱里。几年前，我们在商业晚宴上遇见，我正跟好友交谈，转身时红酒洒了韩琛满身。我以为他会生气，不知所措地道歉，但他反过来安慰我。抬眸刹那，我撞进他深邃温柔的眼神里，从此不可自拔。越是相处，就越发现这人有多温文尔雅、稳重得体。最重要的是，长得又高又帅，堪比电影明星。自那以后，我主动追求他，他却总是欲擒故纵，说配不上我，又对我千万般好。他是农村来的，而我是大城市的富家千金。他担心给不了我优渥的生活，也怕我爸妈不同意。我发疯一样为他着迷，跟父母闹僵，差点断绝关系。他在我父母面前低声下气，发誓会对我好，直到婚检结果出来，我们的关系颠倒。我先天性不孕不育，给不了他完整的家。在我痛哭流涕的时候，他温柔给我擦拭眼泪，说没关系，领养2个就好了，一儿一女，凑成个好字。我信以为真。重生后，我想想这些话，只剩下好笑。一直到晚上休息，我都没搭理韩琛。换作往常，他对我冷脸，我早就卑微下贱地讨好他了。我的反常让他按捺不住，主动问我：周慧颖，你今天怎么回事？我故作不解，我怎么了？他气不打一处来，黑着脸说：先是对我妈那种态度，然后又闹着要去国外检查，你是不是不想过了？我惊讶地说：你没觉得你妈很不要脸？那你自己去给你弟买房呗。还有，我去检查身体也是想给你生个孩子，你慌什么？韩琛一时语塞，一个劲地瞪我，试图用冷暴力迫使我屈服。我坦然自若地跟他对视，不再像以前那样，生怕他抛弃我这个不能生育的女人。良久，他才又找到话术来扑我。你家那么有钱，给我弟买套房怎么了？周慧颖，当初是你死活要嫁给我，我弟弟就是你弟弟。我冷笑：韩琛，你搞清楚，你娶的是我，不是我爸妈。哪怕我爸妈再有钱，也不是你们把我当提款机的理由。我破天荒地拒绝韩琛的要求，掷地有声，令他哑口无言。他满脸写着疑惑，不知道我怎么突然变得这么强硬。还有，你怎么又要去国外检查？当初给你检查的人是我好朋友，难道你不相信我？前世也是这样，每当我提出再去拿检查治疗，他总要跟我发火。他呵斥我，是不是不相信他的好朋友，非得把我不能生孩子的事闹得沸沸扬扬，让亲戚们戳他脊梁骨。等我气哭，他又来安慰，说他心疼我，不希望我受生育之苦，而且我们有蛋蛋和可可，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一家人。我总是被说服，怀揣着内疚和感激，被他耍得团团转。我跟韩琛开始冷战，他以为晾我几天我就会哭着求和，等着看我痛哭流涕的模样。早上，我照例做了早饭，但只有自己这份。他们一家3口起床，看见空空如也的饭桌，个个对我大发脾气。韩可可把书包往桌上一拍，骂我：你他妈又在做什么妖？天天搁那摆着一张死妈脸，谁欠你呢？
韩蛋蛋也给我甩脸色，不耐烦地说：“给我钱，我出去吃我的，住我的，日常由我精心照顾，却连声妈都不愿意叫。我曾以为他们自小没有父母，所以才这么没教养。只要我耐心养育，他们一定能改变。然而，他们只是单纯恶心我。前世的我到底哪根筋不对，居然能忍受一双没有血缘的儿女这么对我大呼小叫？我也来了气，冷笑：好啊，既然这么不喜欢我，从今天开始，你们自己过吧。说完，我立马回房间收拾行李。韩琛一直冷眼旁观，直到我拖着行李箱出门，他才呵斥：你跟小孩子较什么劲？他们现在这样，还不是你没教育好？每次都是这样，两个孩子明显性格扭曲，我要管教。韩琛处处提防着，哪怕我语气稍重，他都把我当恶毒后妈，说我虐待孩子。我不管了，他又要说当初收养他们就该负起责任，不能因为不听话就不要了。好话坏话让他说尽了，我开始下意识地反思自己，觉得孩子们没被教养好，的确是我的责任。但是这回我不打算再纵容下去。韩琛，我回我爸妈家去，你的孩子自己看着办吧。说完，我摔门而去。韩琛惊愕不已，但高高在上的家庭地位让他没有追出来。韩蛋蛋还等着我给生活费，本来想追，却被韩可可给拦下。韩可可冲我的背影得意叫嚣：滚就滚吧，这个家没了死女人更好。我开车回家，任凭这一家子怎么折腾。前世一场车祸夺取我父母的性命，我甚至来不及见他们最后一面。我实在没想到，今生还有再见父母的机会，加之重生前后的种种，不由悲从中来。回家后，我抱着母亲哭得撕心裂肺，母亲心疼得不行，不断问我怎么了。满头白发的父亲焦灼踱步，又不好意思表露对我的关心。我告诉父母，原来韩蛋蛋跟韩可可是韩琛的亲骨肉。韩琛18岁那年，跟同村里一女孩生下双胞胎，一直由他妈养在老家，对外说是亲戚的儿女。我也没有不孕不育，是韩琛弄虚作假，好光明正大把儿女养在身边。一直以来，那个家里全都知道这个事实，唯独我被蒙在鼓里。听完我的叙述，父母差点气晕过去，但他们很快安慰我，无论如何，他们永远是我最坚强的后盾。我很庆幸，上天可以给我重来的机会，让我再一次把握自己的命运。我主动约文静喝咖啡，她来的时候，一副成熟女人的妩媚风韵。她笑盈盈地转动手指上的戒指，问：跟琛哥吵架了吗？脸色这么难看。我叹气，我爸公司出了点状况，我都不敢跟韩琛说，只能找你诉苦。他一惊：什么情况？严重吗？我妈悄悄跟我说，快破产了。你也知道我爸那性格，不肯跟我讲清楚的。我愁眉苦脸，快要哭出来。文静安慰了我2句，又让我跟韩琛说一声。我摇摇头，说别告诉琛哥，他最近也够烦心的。文静若有所思，没再说什么。我接到韩可可的电话，让我回家一趟。我一言回去，看到婆婆正坐在沙发上，高傲刻薄的模样宛如皇太后，相当不可一世。妈，您怎么来了？我笑眯眯地问。婆婆鼻孔朝天，看都不看我一眼，阴阳怪气地说：电话里说不清楚，咱们当面讲。你这么晚才回来，是不是跟哪个野男人鬼混去了？没有，我跟好闺蜜见个面，她家里可有钱了。我只是想多跟她拉拢关系，以后帮衬琛哥一把。婆婆狐疑地问：那是得多有钱，还需要你去巴结？我绘声绘色地说：我家里哪能跟他比呀？我爸是他爸手下的手下，
她家在全球都有公司，我家算什么？婆婆很难想象，居然有人这么有钱。她结婚没有？婆婆两眼放光。我不动声色地说：没呢，人家眼光高得很，一般男人根本看不上。婆婆眼珠子一转，开始盘算起来，都忘记要找我麻烦。当晚，韩琛回来后跟我分房睡，脸色阴沉的要命。韩可可跟韩蛋蛋都没回来，一个估计在跟男朋友鬼混，一个跟狐朋狗友们不是赌博就是嫖娼。这两个孩子都是农村长大的，婆婆对他们纵容溺爱过头，一味地任由他们抽烟喝酒，打群架宿网吧，从不加以正确引导。我嫁进来后，不是让韩可可跟那些痞子保持距离，就是劝告韩蛋蛋远离黄赌毒，试图引领他们回到正途。反倒是婆婆在那当好人，每当我要教训两个孩子，就死死护着他们，三人一起跟我唱反调。我图什么呢？想想以前，我真想狠狠抽自己一耳光。婆婆在家里住下，打定主意不走了，我也没再闹分居。偶尔会把文静请来做客，婆婆对文静可谓狗腿到极点，几乎要当皇后来伺候。那副垂涎欲滴的嘴脸，就像看见肉骨头的狗。文静受宠若惊，但婆婆的这番热情，让她滋生无尽的傲慢和满足。慧颖，你去做饭吧，我跟文静说说话。慧颖，你去倒茶呀，没看见人文静杯子都空了吗？慧颖，你开车送文静回家吧，万一路上出事可就不好了。婆婆把我使唤得团团转，我也任劳任怨，跟丫鬟一样伺候文静。这么多年来，文静总觉得被我压了一头，唯独这种时候会让她扬眉吐气，把我踩在脚下。我开车送她回家，她说：“你婆婆人还挺好的。”是啊，她特别热情，而且好像很喜欢你。我调笑，外人看起来肯定以为你们才是婆媳。文静得意得很，满脸笑容。等我回到家，已经凌晨1点多了，韩蛋蛋又没回家。换做以前，我不知道急成什么样，一个电话接一个电话的打，惹得韩蛋蛋怒不可遏，几乎要对我拳脚交加。这回我不管了，倒是韩琛有点急，质问我怎么不管孩子。我说：以前我管，你嫌我闹得家里吵闹不休，现在我不管，你又来责怪我。韩琛，我都快怀疑，你娶我是不是就为了找个富家千金来伺候你这对宝贝子女？韩琛一时语塞，一个劲地打量我，眼里疑惑得很。婆婆在旁边安慰：都10几岁的人了，你这个年纪的时候不也贪玩？要是他能跟你一样，反而还出息了。韩琛突然瞪他一眼，他也意识到自己说错了话，很紧张地朝我望来。我当作没听到，只问了句：可可回来了吗？韩琛有点累，揉了揉眉头。他说去女同学那住一晚。我低笑。回来的路上，我看见韩可可跟她的混混男友醉倒在公园长椅上。这个年纪最是春青懵懂，很容易做出出格的事情来。前世我会急得团团转，大费周章地把女儿带回来，任凭韩可可怎么跟我歇斯底里的吼叫厮打，也坚持不让她走错路。做得越多，越是讨人嫌，何必呢？韩琛突然来找我借钱，说公司周转不过来。我躲避他的眼神，边洗碗边说：我手头上也没什么钱。韩琛咄咄逼人地问：爸妈那边呢？我就借1个季度，等资金回笼，连本带利一分不少。我心虚地低头：琛哥，我跟他们闹翻了，实在是，要不这样吧，我手头里还有1套房，紧急售出去，你看怎么样？他瞥见我躲闪的模样，眼里闪过一丝不悦。算了，我在想别的办法。我刚松口气，他又问：对了，
最近好多公司破产倒闭，爸那边没什么问题吧？我一失手，盘子落地摔得粉碎。没有啊，一切正常。我慌忙捡碎片，说挺好的，你别担心，我爸什么大风大浪没遇到过，没有跨不过去的坡坡坎坎。韩琛意味深长地看着我，我又说，要不你找文静问问吧。韩琛疑惑地说，文静，她有钱，她家里比我家厉害多了。我说，她其实才是隐藏的白富美，这么多年，也只有我才知道她家的真实情况。韩琛将信将疑，她看起来不像是多有钱，你确定？当然了，以前她跟我说，这都是他爸要求的，不许对任何人，尤其是男人透露家底。我笑着说，毕竟那种人家最怕的就是心怀不轨的女婿，所以得特别慎重。韩琛没什么底气地说，是啊，现在这种人太多了，是得格外小心。我把碎片丢进垃圾桶里。文静以前也跟我说，她得找个不贪慕虚荣、真心爱她的男人，所以结婚前绝对不会透露自家的底。以后她男朋友发现真相，估计得笑疯。韩琛也笑起来，的确是。没一会，韩琛说跟人约钓鱼，披上外套就走了。我也联系了律师，将原本属于我的财产悄悄转移，不属于韩琛的，哪怕是1分钱，我也不会留下。韩琛一家对我越来越冷漠，婆婆总是找我麻烦，恨我不给她小儿子买房，天天骂我抠门精。韩蛋蛋也怪我不给她生活费，让她没法跟狐朋狗友们厮混，没法去赌场潇洒，摆不了阔绰。至于韩可可，她很少回家，婆婆重男轻女，不怎么管。韩琛也忙着跟文静献殷勤，更没时间管教儿女。她总以为我会管教的，如果儿女出了差错，我是最伤心难过的人。文静来家里的频率越来越高，几乎成了女主人，而且很受优待，全家把她捧成皇后，难得一家子都在。饭桌上，我被冷落，文静则众星捧月。文静啊，你最爱吃虾了，快让阿琛给你包。婆婆笑眯眯地捅了韩琛一下，韩琛立马放下筷子，给文静剥虾。文静看了我一眼，嘴上说着这样不好吧，但得意的神色快要溢出来。韩可可也变得孝顺懂事，甜滋滋地给文静挑菜，说：“阿姨，知道你今天要来，我特地做了这道拿手好菜，希望你能喜欢。”文静笑着接过，可可真乖，你妈妈总说你叛逆，我看完全不像啊。韩可可狠狠瞪我一眼，但面对文静，又是一副甜美可人的模样。阿姨，你别听我妈瞎说，她就是嫉妒我。文静不解，她嫉妒你？是啊，韩可可得意洋洋地说，你也知道，我妈生不了孩子，所以嫉妒我这个身体健康的女人。文静嘴上说着怎么会，但显然很高兴能从韩可可口中听到我的坏话。韩蛋蛋也很委屈，跟文静告状，我妈现在抠得要死，连生活费都不给我了。我跟人打游戏，装备跟不上，被血虐。文静大大方方地从包里取出1叠钞票，塞给韩蛋蛋。你妈不给，阿姨给，来，拿去花，谢谢阿姨。韩蛋蛋欢天喜地，激动得不行。文静也没忘记韩可可，又给了她1叠零花钱。韩可可亲昵地抱住她，跟乖顺小猫一样撒欢，全家都在笑，其乐融融。有奶就是娘，可换成是我，哪有这待遇？我注意到文静之前的 LV 包包已经换成一个高仿的，为讨好这对兄妹，花了不少钱了吧？韩琛主动提出要跟我离婚，我哭着求他，至少这时候不要往我心上插一刀。琛哥，我爸公司破产了，我现在走投无路，求求你不要离婚，帮帮我爸爸。
韩琛一改往日的温文尔雅，冷冰冰地推开我：“周慧颖，你连给我弟弟买房都不肯，这么自私自利，还指望我帮你家渡过难关。”婆婆得意洋洋地说：“周慧颖，实话跟你说吧，我儿子已经跟文静在一起了，而且文静还怀孩子了。”什么？我大惊失色。韩蛋蛋幸灾乐祸的帮腔：“活该！谁叫你越来越抠，连零花钱都不给我。幸好有文静阿姨在，以后我就是真正的富家少爷了。”他似乎幻想起以后无限给游戏氪金，在网吧通宵、赌场里挥霍的场面，笑得眼睛被挤成一条缝。韩可可更是过分，大声吆喝：“你这种不下蛋的老妖婆，可算能滚蛋了！你都不知道，我每回看见你有多恶心。”我哭哭啼啼地说：“可可，你也不愿意替妈妈说话吗？滚吧！你也配当我妈？我妈以后是文静阿姨，少往自己脸上贴金。”韩可可大声说：“你就是个不下蛋的母鸡！我爸娶了你，真是倒了血霉了！”韩蛋蛋也歪着嘴吼：“你赶紧滚吧！文静阿姨有钱有势的，你坚持不肯离，万一惹她生气，她让她爸弄死你们，连命都保不住。就是还指望赖在我们家，能有什么好处呢？门都没有！”韩可可得意忘形，明明才10几岁，可那张脸跟他奶奶一样刻薄扭曲，再继续争执也没用了。我只得含泪跟韩琛离婚，这婚离得异常顺畅。韩琛迫不及待要摆脱我这个破产的女人，跟妩媚妖娆还有钱的文静在一起。民政局大门口，韩琛装模作样的劝：“忘掉我吧，别想不开，好歹夫妻一场，我还是希望你以后能过得幸福。”我笑起来：“我当然会过得很好，但是韩琛，你的报应开始了。截断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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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截断点。”跟我离婚后不到1个月，韩琛就跟文静结婚了。文静找到我，炫耀她手上的大钻戒：“琛哥专程找人给我们定制的，你以前应该没有吧？”我不屑一顾，只问：“他们对你还好吗？”“当然好啊。”文静骄傲地抚摸肚子：“婆婆把我当心肝一样宠着，儿女也孝顺，琛哥他更好，特别体贴。”我点点头。看到你们这样，我就放心了。文静疑惑起来，她本来是想刺激我，看到我崩溃发狂、歇斯底里的模样才高兴。但是我表现得风轻云淡，一点没有离婚和破产的焦虑感。“周慧颖，你玩什么花招呢？”她到底还是了解我。突然意识到，也许哪里不对劲，我只是笑，端起咖啡杯祝贺她：“文静，你没猜错，我很恨你，比恨韩琛更多。”前世，文静拍下她跟韩琛开房的照片，给她自己打了马赛克，将私密照匿名发给我。我气得心梗死住院。文静又给我爸妈打电话告知情况。深更半夜，暴雨倾盆，2个心急如焚的老人开车来看我，却发生车祸。这笔账，我怎能不算在这对狗男女身上？还有几年后，我车祸瘫痪，也是因为这女人在我刹车上动手脚。我无依无靠，连韩琛也站在他那边，没人替我主持公道。我是自找的没错，可是文静更该死。面对他的疑惑，我只说：“那家人所求无度，是无底洞，你满足不了他们，以后他们会做出什么事情呢？”文静联想到日常的事，脸色渐渐白了。离婚前，我在家里安装了隐藏摄像头，每天最大的乐趣就是看看文静在家里的地位如何日渐衰落。先是韩蛋蛋跟韩可可，真以为文静是比我还有钱的富家千金，等她一进门，立马卸下伪装，天天问她要钱，今天5000，明天1万。
文静只是普通人，哪里给得起？那对双胞胎没心没肺，拿不到钱，还会给文静好脸色。不过文静也不是毫无招架之力，她怀了韩琛的亲骨肉，自然不会把一对没血缘的兄妹放在心上。她总是怂恿韩琛把双胞胎送走，但韩琛怎么肯？于是他又暗使手段，不断怂恿韩可可跟混混同居，让韩蛋蛋嫖娼逛赌场。他以为韩琛总会对养子女失去耐心，把他们赶出家门。我刚陪父母吃过晚饭，韩琛打来电话：“慧颖，文静真是富家千金吗？”他自己是这么说的。我坐在监控前，笑看原来的家中一片狼藉。婆婆跟文静大吵大闹，起因是婆婆让文静给她小儿子买学区房，把文静惊呆了，骂婆婆是异想天开。婆婆起先还能按耐住性子，以为文静还想考察他们一段时间，可随着儿媳的肚子越来越大，再不给房给车，日子还能过下去吗？可文静只是普通打工人，自己都买不起房，还管得了老公的弟弟，所以婆媳俩天天大吵大闹。韩琛也越来越疑惑，看不透文静是真富还是假穷。韩琛这段时间应该很不好过，生意上接连不断遇到麻烦，他拐弯抹角的让文静帮他，文静哪有那能耐？而这些麻烦是我送给他的厚礼，我在嫁给韩琛前也算商界精英，而且父母均在，他们就是我最大的底气。没了恋爱脑，我还对付不了一个自视甚高的凤凰男。以前我就是太在乎韩琛，一门心思扑在他那个家上，不但为他人做嫁衣，还把自己的人生弄得一塌糊涂。重来过后，我更专注于事业，孝顺父母，偶尔关注一下韩琛家里的情况。这天我刚从公司下班，半路上遇到韩可可，她正对一个青年大吼大叫，宛如泼妇一般去殴打青年身后的小太妹，青年却护住小太妹，两人联手暴打韩可可。要不是街上行人阻止，不知道要把韩可可打成什么样。我坐在车里，想起前世我瘫痪后，韩可可宛如悍妇一般厮打我的场景，只觉得眼前的画面实在是赏心悦目。等有人报警，青年带小太妹跑了，我才上去，故作惊讶地扶起韩可可：“可可，你怎么被打了？那男人是你男朋友，他怎么帮别的女人打你？”韩可可披头散发，满脸青紫，鼻腔里还在流血。他看见是我，眼神闪了一下，继而用力甩开我的手：“关你屁事！”韩可可趾高气扬地说：“跟我男人调情，碍着你的眼了吧？不好意思，我们好着呢。”我无话可说，被打成这样也算调情。韩可可的脑回路跟前世的我有的一拼。韩可可怀孕了，这件事是韩琛告诉我的。这段时间她心力交瘁，每每回家，不是听到文静在哭诉抱怨，就是被他妈指着鼻子痛骂，怪她娶了个假千金回来。生意上的麻烦更是不断，好像有无数敌人在暗处专程盯她漏洞，公司濒临破产。这些还是其次，最令她痛心的是一对儿女，蛋蛋已经半个月没回来了，他偷了我的钱，到现在都没点消息。我慢条斯理地搅动咖啡，没有告知他实情。韩蛋蛋现在好着呢，被他那帮好兄弟带去赌场沉迷赌博，那花天酒地的日子可比他爹舒坦多了。以前我不许韩蛋蛋赌博，生怕他变成赌鬼，弄得家破人亡。可是每每我要管教，婆婆骂我是黑心烂肺的狗东西，不许他孙子享乐。韩琛也责怪我当不好母亲，搞得家里乌烟瘴气。现在好了，换成文静，巴不得韩蛋蛋自甘堕落，好把这孩子赶出家门。韩蛋蛋这边没消息，
韩可可的事更让韩琛头疼。可可怀孕了，她才16岁，跟她那个男朋友。韩琛眼圈红了，声音哽咽。她从来不会吝啬于示弱，因为她深知偶尔的疲惫和软弱会让她看起来更沧桑成熟，也更让我心疼。我笑看她表演，内心没有半点涟漪。韩琛深情地看着我说：慧颖，这个家自从没了你，一切都在偏离正轨。蛋蛋和可可需要你，只有你能教导好他们。我没立即跟他撕破脸，茶香四溢的劝告：琛哥，别这么说，文静比我更会当妈，她自己就是母亲，比我更有母爱。只不过她毕竟怀孕了，可能有点力不从心，你要多给她一点时间。她的母爱从来不肯施舍给蛋蛋和可可一丁点，她只顾她自己，要我把这对孩子赶走。韩琛激动起来，英俊沉稳的面庞被狰狞所取代。过了一会，他渐渐平复心情，又苦苦哀求我：慧颖，这对孩子是你看着长大的，当初我们说好要善待他们，现在你不会真的撒手不管吧？我犹豫起来。可是琛哥，你跟文静都结婚了，我怎么好再去你家看望孩子们呢？慧颖，文静什么都不算，我真正爱的人是谁？韩琛一如既往的深情，握着我的手说：就算看在孩子们的份上，再帮帮我吧。我跟韩琛回到从前的家时，他妈正跟文静吵闹，还是房子和车。我那前婆婆气急败坏的嘶吼：你要是不给我小儿子买房，今天就给我滚出去，一个假玩意！你把我们骗得好苦啊！前婆婆坐地嚎哭，双腿直蹬动，把撒泼打滚那一套发挥得淋漓尽致。文静气得肚子疼，待看见我后，脸色更是难看得要命。倒是那前婆婆看见我就跟看见财神上门一样，连忙来搂住我，可比以前热情多了。慧颖啊，你来之前怎么也不说一声，我好叫文静去买菜呀。他喜滋滋地跟我说完，又瞪向文静，阴阳怪气地说：瞧见没，这才是配得上我儿子的真千金，那些装富裕的假货，心眼可太坏了。文静张牙舞爪地扑向前婆婆：你骂谁呢？老东西还真以为自己是皇太后呢，乡下来的泼妇，老子嫁进你家算是倒血霉了。婆媳两个又扭打起来。本来文静占据上风，可她毕竟怀孕，要顾着肚子，不敢使劲。前婆婆却没什么顾虑，毕竟她有韩蛋蛋这个孙子，文静肚子里的，她没那么稀罕。韩琛冷眼旁观，带我先去找韩可可。韩可可不肯回家，因为文静会骂她不知廉耻，还把事情宣扬出去，导致邻居们都对她指指点点。她宁愿缩在狭窄的出租屋里，天天跟男朋友打架。我们去的时候，韩可可正坐在破旧的出租屋门口嚎啕大哭。她说，她男朋友趁她外出，把出租屋退了，还卷走押金跟手机电脑，并且把她拉黑了。可怜韩可可怀了孕，本以为会跟男朋友幸福地过下去，人家却卷了钱，跟小太妹逃之夭夭。我看着哭得快断气的韩可可，心里毫无波澜。记得我瘫痪时，她一边虐待我，一边怨恨地说：当年要不是我阻止她，她跟男朋友不知道有多幸福。她不稀罕我给她安排的路，不要学钢琴，不要出国念书，更不喜欢我给她介绍的男朋友，哪怕他们端正得体，年轻有为，也比不上她年少时心爱的白月光。她现在的样子，当真很幸福。我开车送父女俩回家，韩琛看着韩可可的肚子，一副茫然失神的模样。韩可可还在嘴硬，她就是一时鬼迷心窍，都是那女人勾引她的。我要把孩子生下来，她肯定还会回来的。韩琛忍无可忍，狠狠甩她一巴掌：你闭嘴吧，
还不够丢人吗？韩可可被打懵了，捂着脸半晌不敢说话。我全程沉默，从后视镜里观察父女俩的神态。韩琛太懂男人了，他知道女儿遇到的是人渣，如果执迷不悟，一生都要毁了。韩可可小声抽泣，不知道是因为被打疼了，还是慢慢意识到她走错了路。我不在乎她的前程，我只想看看她到底能有多幸福。得知韩可可怀孕，文静没有发疯，反而异常兴奋。她对韩琛说：“这种烂货要来干什么？小小年纪不知检点，丢人不丢人？”韩琛疲惫不堪，问：“那你说怎么办？”“当然是从哪领回来的，就送回哪去。”文静说。我缓缓低头，杯里倒映出笑脸。韩琛当然不肯，只让文静带韩可可去处理了，别把事情闹大。毕竟韩可可还年轻，未来有很长的路要走。我离开的时候，韩琛冲上来抱住我，他下巴抵在我肩上，无比温情。慧颖，他嗓音低沉而嘶哑，带着无尽的诱惑说：“我现在才知道，这个家你撑得有多辛苦。”他母亲并不偏爱他，只是因为他是长子，考进大城市，娶了富家千金，还能安家落户，所以格外倚重他。倚重并不代表爱。前婆婆不断向我们索取，稍有怠慢就破口大骂，哭天嚎地。以前是我替韩琛挡下他原生家庭的不足，承担照顾他母亲弟弟的重担，而文静不屑，也没有精力去分担，所以他现在不但要为工作烦恼，还要接受母亲的抱怨责骂，弟弟的懒惰无能，所求无度。那一双儿女同样令他心力交瘁。我在的时候，宁愿闹得兵荒马乱，也不让儿女误入歧途。但文静在竭力推动这个进程，她终于后悔了。可不是因为意识到有多爱我，只是发现我对她很有用。我缓缓推开韩琛，头也不回地走了。为了省钱，文静强制带韩可可去黑诊所，后果是韩可可当真成了无法生育的女孩。她还年轻，尚不觉得有多难过，只把对我的憎恨转移到文静身上，用最刻薄狠毒方法刺激文静。文静始终无法赶走韩可可，她从来没有想象过，已经16岁的韩可可居然会是韩琛的亲骨肉。是啊，谁会想象得到，韩琛居然会在18岁时就偷尝禁果，跟人生下双胞胎。他们为了赶走彼此，无所不用其极，令家里鸡飞狗跳。韩琛不想回家面对几个女人的战争，总是找我倾诉。脱离那个火坑一样的家庭后，我重新活回自我，更沉静，也更洒脱。韩琛醉倒在酒吧里，我带他到酒店，躺在他身边拍下照片，发给文静，如同他曾经对我做的。害死我父母。在文静挺着大肚子火急火燎地赶到酒店后，我已经离开了，跟曾经的我一样。文静被气得住院，她不知道是谁发照片给她。韩琛自然也不可能说出主动约我的事。我捧着一束康乃馨到医院看望文静，她躺在病床上，脸色惨白如鬼魅。周慧颖，是你对不对？是不是你？她龇牙咧嘴，朝我凶狠地嘶吼。从前那么漂亮精致的都市女性，如今蓬头垢面，憔悴苍老。我很无辜，你在说什么？我怎么听不懂？都是你干的，我知道。她凄厉绝望地喊：“你到底为什么要这么对我？我们是好闺蜜，你非得把我逼上绝路吗？”文静，我轻轻抚摸她的额头，说：“是你先对不起我的，因为嫉妒我，抢走韩琛，摧毁我的家，把我从温柔的陷阱里拽出来，推进另一个深渊。我可以感谢他让我看清真相，却断断不能容忍他害死我父母。你好好保重，别哭坏了。”
我给他掖好被角，笑盈盈地说：“好戏还在后头。”我旁敲侧击，话里话外地暗示，让文静得知，其实双胞胎是韩琛的亲骨肉。文静还没出院，又被气得流产，她终于明白，韩琛为什么始终不愿意赶走双胞胎，那是他的亲骨肉，以光明正大的理由养在身边的真正儿女。几个女人一台戏，令韩琛身心俱疲，他只能找到我，在我面前忏悔哭诉：“慧颖，我真的不能没有你。从你不在的那一刻开始，我的家就散了。求求你了，慧颖，回到我身边吧。”韩琛从没如此疲倦过，鬓边升起白发，眼尾的纹路比以前更深更重。堂堂一个社会精英，以前只需要操心如何将生意做大，可现在他深陷于家庭风暴里，偏偏那几个人跟他牵连太深，他根本挣脱不开。他开始想念我的好，想起我是怎么替他应付偏心的母亲，照顾不懂事的儿女。只有我替他打理好家庭，他才能在外面跟人觥筹交错，谈笑风生。可是我凭什么要来承担这一切？我笑盈盈地勾起他的下巴，在他凄异的眼神里凉薄地说：“韩琛，你现在的模样可真丑。”韩琛脸色突变，诧异得要命。他太清楚，我之所以被他耍得团团转，那张英俊的脸有太大功劳。可如今他的美色，在我眼里已经一文不值。我继续说：“你好像真的忘了，当初怎么跟文静出轨，又是多冷血的要跟我离婚。还有，你为了把你的儿女养在身边，居然伪造我不孕不育，一桩桩一件件。我不提，韩琛就真以为我不在乎。别哭了，又懦弱又丑，难看得很。”我替他擦掉眼泪，说：“你家里的烂账何止这么点？这才哪根啊？哭成这样，将来怎么应对更麻烦的事。”韩琛并不知道我在讲什么，直到韩蛋蛋被抓的消息传来，韩蛋蛋被人抓去赌博受骗，一来二去，竟然欠了几千万，对方将他扣在赌场不肯放人，要韩琛交钱。韩琛怎么拿得出这么多现金？要么抵押公司房产，要么让他的宝贝儿子自生自灭。钱婆婆跪在我面前，哭诉她以前是猪油蒙了眼，居然不珍惜我这么好的儿媳妇。慧颖啊，你回家来吧，妈一定把文静赶走，让她滚得远远的，再也不敢插足。你安心跟阿琛复婚，妈以后给你们带孩子。哟，这是还想用孩子绑住我？我又问，那要我回来有什么要求呢？老太婆以为我松口了，喜出望外，连忙说：“你先把蛋蛋接回来，那孩子是你看着长大的，你不会不管他死活吧？”我接着问，然后呢？老太婆脸都要笑开花了。你弟媳妇都要生了，一没钱二没房的，你是大嫂，出点力不过分吧？他以为我还爱着韩琛，只要叫我回去，无论什么条件，我都会答应。他从不感恩，只觉得是他儿子魅力无穷，才能这么轻而易举地拿捏我。当初不用付出任何精力钱财就把我骗到手了，觉得没利用价值便可以随意丢弃，果然越廉价的越不受重视。我同情地说：“你还是跟以前一样粗鲁无知，贪婪狡诈，就像条吸血蚂蟥。”钱婆婆的脸色慢慢凝固。我接着说：“你儿子比我大好几岁，从偏远农村来的，要不是我爸扶持，别说公司，连车的首付都给不起。更要命的是，他18岁就跟人生孩子了，带着一对狼心狗肺的白眼狼。”钱婆婆神色变幻莫测，好像很想反驳，但又不知道该从何说起。我嗤笑说：“我年轻漂亮，有钱有势，凭什么要被一个诡计多端的穷凤凰男拿捏？看清楚，
韩琛现在就是个不值钱的老男人，算什么东西？钱婆婆完全没想到会从我口中听到这种话。我一直敬他尊他，自幼的教养让我无法苛待一个老年长辈，可是他却觉得我好欺负，可以任由他摆弄。他压下这口恶气，还想继续示弱哄骗我。可我已经清醒过来，再也不会被蒙蔽。我叫保安把他丢出去，别来我面前影响心情。最后，韩琛抵押公司，变卖豪车房产，还借了高利贷，才把韩蛋蛋从赌场救回来。但因为不及时，韩蛋蛋被剁了一只手，这都是半年以后的事情。当我再一次偶遇韩琛，他变了很多。曾经那么儒雅帅气的人，才30出头，却跟60岁一样佝偻蹒跚，低声下气地给人打工，被几个年轻人邀来喝去。我想起结婚时他在宴会上跟宾客谈笑风生的模样，一时间感慨无比。他翻不了身了，即便我不动手，我爸也不会放过他，更何况他没有任何资本可以从头再来。这些年我对他的容忍放纵，让他忘记他一开始什么都不是，靠着我家的支持才能发展起公司，连房和车都是我的陪嫁。也许他潜意识里觉得始终低我一头，所以才会看上处处不如我，却能让他自尊心得到极大满足的文静。说起文静，韩琛认定是他耍心机玩手段，才把他害得这么惨，所以死活不离婚。文静从前爱慕韩琛的儒雅多金，如今图什么？可是他离不了婚，甚至离开的久一点，都会被韩琛抓回来，扬言要是他再敢跑，就杀了他全家。韩琛疯了，文静也快被逼疯了。那么年轻的他，怎么甘心跟一个没有未来的老男人在一起？还有我那皇太后一般的婆婆，去给小儿子带娃，跟小儿媳妇天天大吵大闹。那小儿媳可比我彪悍凶狠多了，一旦老太婆不听话，二话不说直接上手揍，还要把娘家人叫来，一同狠狠收拾。钱婆婆渐渐学乖了，收敛了锋芒，每天战战兢兢的活，出点小差错都吓得要死，唯恐被小儿媳妇打死。我还在路边看到韩可可，她辍学后在酒吧里打工，才10几岁的年纪，比40岁的风尘女子更势力精明，活得疲惫不堪。年轻气盛的少女撞了南墙也不回头，换来的是一次次变本加厉的伤害。韩琛没精力管她，更多的是带韩蛋蛋打工还债。韩蛋蛋再也没了以前的痞子样，麻木空洞，宛如行尸走肉。他还是喜欢赌，有点小钱就往赌场跑，欠下的债越来越多。韩琛约我见面，整个人老态龙钟，看不出从前半点意气风发的模样。他就像个长舌妇，婆婆妈妈的抱怨家里的事，说韩可可跟男人同居，男人嫌弃她，把她赶出去。现在天天躺在家里打游戏，指望以后傍大款。又说韩蛋蛋还是改变不了赌博的习惯，哪怕少了一只手，连饭都吃不饱，也要把仅剩的钱投在赌桌上。他妈也跟他闹，骂他无能，没法像从前一样给家里带去好生活。还有文静，跑了几次，他气得发疯，把人抓回来家暴。文静又报警，知道他要去杀文静的家人，文静才老实下来，又绝望又颓废。韩琛后悔不迭，一个劲地唠叨着，试图让我回心转意。慧颖，以前你管教孩子的时候，我不该怪你，没你教导，孩子们都成什么样了。他痛苦不堪，可再后悔也无济于事。我没告诉他，韩可可跟韩蛋蛋都来找过我。韩可可终于知道自己错了，叫我送她去国外念书镀金，以后给她介绍高富帅男朋友。我反问她，凭什么？她愣了半天。
我追问，是凭他未成年跟人同居生子，弄得以后无法生育，还是凭他高中辍学混迹酒吧，打架纹身抽烟一样不少，高富帅又不全是恋爱脑，为什么放着白富美不要，要跟我一样，选择一个没点自知之明的烂人？韩可可沉默良久，野心勃勃的眼神一点点冷寂下去。韩蛋蛋来找我要钱，亲亲热热地叫我妈，前世今生他都没这么叫过我。他以为只要他开口喊妈，我就会热泪盈眶，跟从前一样满足他的所有要求。而如今，我的回应是叫保安把他赶走，别跟条狗一样摇尾乞食。这对双胞胎，我曾把他们当亲骨肉，换来的是我瘫痪后，他们对我冷嘲热讽，拳打脚踢。韩琛也是一样，他终于意识到，没有我和我家的支持，他其实什么都不是。他的算计用在恋爱脑的我身上，比灵丹妙药还管用。可他再也找不到我这么恋爱脑的富家千金，把我的一切都交给他任意践踏。我不再理会他的絮叨，拎着包站起来。韩琛，我们以后不用见面了，你过好你的日子，我也要重新开启我的人生。我还有很长的路要走，跟这家人彻底分割开来，不受彼此牵绊。上车前，我回头张望一眼，落寞死寂的韩琛在抱头痛哭。原来这就是他们的结局，在他们口中，没有我会更好以后得到的新生活。今天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，过去终将会过去，但故事已然成故事。您的点赞和订阅就是我更新的动力，期待您给出任何建议，我们下个故事不见不散。